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。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焦糖烤布雷。那是因为呢，我的小朋友每次去全联或者是超市、超商，都吵着要买布丁。那我们也知道啦，那个市面上卖的布丁，可能都会加一些有的没的化学成分。所以呢，我这次呢就来自己做那自己做的焦糖烤布雷，不但好吃美味，而且营养又健康哦。那要做这道布丁的原料很简单，它需要3颗鸡蛋、鲜奶350 CC， 它需要用2号砂糖80克，水40克，还有炼乳。那有以上这些材料，很简单的就能做出焦糖烤布雷咯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这个焦糖烤布雷怎么做吧。首先我们这里先准备个锅子，加入砂糖，还有水，开启瓦斯之后转小火。我们这边要来制作焦糖，那我们这边可以使用2号砂糖，或是使用黑糖。用黑糖做的话呢，会比较黑一点。我们开小火慢慢加热，让砂糖溶解，然后呢，水分蒸发后呢，就会变成我们想要的焦糖。在这个状况呢，就差不多。你把它捞起来，你会发现在流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水，会有比较浓稠的感觉了。那下一步呢，我们要把它放入容器中。我们这里准备了3个容器，3个蛋呢，大约就是可以做3碗的分量。甜的就可以加少一点，甚至你也可以不加糖、不加炼乳都可以，因为焦糖的部分呢，在吃的时候就会提供部分的甜度了。那我们加少许的炼乳呢，也会让这个布丁有一种炼乳的香味。都加入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把它打匀。好了，那我们布丁体的部分接近完成了。那下一个步骤很重要，我们这个做好的液体呢，一定要把它透过滤网过滤。如果少了这个过滤的步骤，你做出来的烤布丁呢，就会有比较多的气孔。做这个过滤的动作，可以减少气孔的产生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们过滤好的布丁体的部分。跟没过滤的时候呢，差别很大，变得很干净漂亮。那再来就要加入这个放了焦糖的容器。那你一定要确定这个焦糖已经降温了，才不会在接触的地方发生一些不好的现象。那在加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沿着这个碗的边边加入，
这样就不会去对底部的焦糖产生什么影响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布丁盛装好了，接下来只要放入烤箱中去烤50分钟就可以完成咯。那在放进去烤之前，我们先在烤盘上盛装大约3杯的水。我们的烤箱呢，要先用180度预热，预热大约10分钟。预热差不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布丁了。接着就让它在烤箱中烤大约5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的焦糖烤布雷就可以完成咯。好了，我们的焦糖烤布雷完成了。那刚出炉的很烫哦，我们先把它放凉，然后并到冰箱，就有冰冰凉凉的焦糖烤布雷可以吃咯。冰凉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直接这样挖着吃，或者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，放到盘子中来品尝。如果要倒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在边缘稍微画一下。画完之后，我们把盘子扣住它，快速的翻转过来。那我们好吃的焦糖烤布雷就可以上桌了。焦糖烤布雷做法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你家的小朋友或是你本身也很喜欢吃布丁的话，自己动手做这一道焦糖烤布雷，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，吃起来最健康、最安心哦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做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击一下喜欢和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妈妈，人家会不会以为你做一次然后很菜？来吃布丁哦。为什么我的感觉被切过？你可以把它拼回去啊。有鸡蛋浓郁的香味，来看，有内内的味道。哇肉。雷总，你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还是全联的比较好吃？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比较鸡蛋，鸡，好吃好吃。哎，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冰过很好吃，冰冰凉凉。哇哦！这种浓郁的香味是在台北老街才吃得到的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老街？一定要老街才吃得到吗？爸爸，我还要再吃一个。可是没有了。好。那你就在做啊。爸爸可以再做一次吗？好。